下自然那些，我操！等一下，等一下。奔驰烧起来的时候，监控拍的是真清楚，爆炸威力十足。比亚迪的呢也不差，还有广汽的传祺都表现优异啊。最近我搜集了一点近期自燃的车型，大家可以猜猜都是什么车啊？哇，好几。熄火吧，赶紧熄火，快点下来！断电呀，干什么呀？充电桩。这个离得有点近了，这在跟前的这个危险了。我去，那两边的车，那两边不挪不行啊！交警查一下电话，给车主打电话，我去。真是角度清奇，拍摄的选手有点手抖啊，也没有大碍。
主要是自燃的现场都非常真实，一边是车企鼓吹的电池安全，一边是吃瓜群众默默的拍视频转发。但是奇怪的是啊，烧了这么多，没有大面积的维权啊，或者说在网上看不到大面积的自燃维权，偶尔能看到的是一些合资品牌，比如奔驰啊，就像开头的那个自燃爆炸的奔驰车，昨天车主就把车拉到了 4S 店门口，标配的白底黑字条幅，上面写着拒绝拖延与敷衍，奔驰必须给个交代。这就很奇怪了，非常的明显的歧视啊！怎么国产品牌一般都是用的红色的条幅呢？还是说合资品牌可以在网上随便骂，现实里面随便维权？那些国产品牌呢，一点消息都没有？难道买了国产的都很爱国吗？怕影响不好，给国产抹黑吗？还是说保密协议签的比较快呢？除了自燃的比较多，最近充电桩建的越来越多了，充电桩的自燃也非常多。这是上海浦东的一个充电站啊，一辆新能源车自燃起火，现场浓烟滚滚，火焰明亮有质感，边上的车怕被引燃，都纷纷跑路啊。媒体也开始阴阳怪气了，说是上海浦东某国产新能源充电站自燃。这个充电桩的牌子呢，没有提品牌，只是说国产的。我查了一圈啊，就是没有查出来到底是什么牌子。从视频上看呢，和华为的 logo 感觉近那么一点，那就应该不是充电桩的问题了，是电的问题，或者说是人的问题。电不太纯，人也不太靠谱，肯定不是充电桩的问题啊，是这辆车充电的时候呢，刚好自燃，跟充电桩关系不大。小米苏7的奇葩事故呢还在继续，这是近期小米车友会的一场事故，多台小米苏7撞到了一起，据说是前车突然触发 AEB 直接刹停，后面的小米苏7呢又没有触发，导致撞到了一起。别的不说雷军造车还是有点说法的，我记得上次这样玩贪吃蛇的还是理想汽车，也是车友撞到了一起。看这个蹲在马路边上的美女估计也是一脸懵逼，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撞到了护栏上，是不是真刹不住呢？在小米苏7没出事故之前有很多人对它的刹车提出了质疑，但是被水军呢都给喷下去了。现在再回头看呢，确实呢可以看出很有道理的。那没得人查了，山东 Bravo 得奖省的董事会我一会看看到底怎么样。大家看看这辆紫色的这个小米的苏7，这个氛围呢好舒适。谁都跟我反映这个原厂的这个刹车很软，刹不正。我们来看看这个原厂的这个刹车，俺娘不应该，这是一个 Bravo 大师的卡钳，满满当当当时这个是选这个2轮才能够花8000块，选这个2轮才能够就省这个大师的卡钳。它的卡钳虽然这么大，但是它的刹车片很小。然后呢，换卡钳呢代价太大了，我们给出的方案呢就是更换刹车片，换一个更大的刹车片，它的制动效果就会有一定的提升。你看，好了就是原车的刹车片大家看一下两个的摩擦面积大概相差了有1/3吧。原车是布雷博的然后上面可以显示看到我们中国生产，中国山东生产。跑得快了还是要刹得着，换卡钳太贵了，那么只有换增强型刹车片。这个事故呢也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夜间行车本来一切正常，前面的小米苏7突然亮起了刹车，应该是想转弯吧，提前刹车减速，结果呢这里封路改道了，不知道是不是刹车没起作用直接撞了上去。小米现在网上是一片骂声，雷军已经在网上自闭了，华为还是风生水起一直那么遥遥领先，宣传小订19万，就是不交定金刷了个存在感的订单，真正转化为真实的订单呢不知道有多少。等知道有多少的时候呢，新款估计又已经出了，又可以吹小订上10万。不过最近一个网友的求助让华为的嘴脸彻底的暴露了。
华为问界 M9 去看车，当时没人接待，上车的时候后排是有幕布，这已经降下来了。我打开副驾驶后面这个小桌板嘛，我的爱人呢并没有上车，门是开着的，摁一下那个按键，这个座椅就向前就折叠了，折叠过程中那小桌板就给幕布支撑杆弄折了。这个时候销售的话很慌嘛，这5、6分钟过来了，把经理叫来，又要求我全额赔付，要起诉我。那你想找我帮什么忙啊？首先全程是没有销售接待的，人家告诉我打开小桌板不应该碰什么按键，然后也没有什么警示标识，咱不是故意损坏他人财物。店长的态度的话就比较强硬，要求我7000到1万元的补偿不等。我不认同这个赔偿处理，但是我是积极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来，陈经理你好，是蒋先生说的这么回事吗？首先呢，我们有这个视频监控为证，旁边是有销售在给其他顾客讲车的，他是可以随时询问的。但是先生没有问。至于7000到1万元的赔偿，从来没有说过1万，也没说让先生交这么多钱。这个就像我们把别人车刮了是一样的，现场没有定出具体的价格，需要去维修的4S店去定价。这个时候呢，需要撞车的人把押金交到4S店进行多退少补，4S店都会出具正规的发票。这个时候客户是可以随时监督。你看这事儿怎么处理掉比较合适啊？因为正常损坏都是客户去全额赔偿的，只愿意承担一小部分，然后店面也有责任，其实我们是不认可的。那陈经理，您听听我的观点啊。如果说蒋先生当时不这样操作，是不是咱们大家都会不知道有这种风险？其实那不是，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需要看红灯，看红灯造成的结果是我可以预见到的。闯红灯的话，我可能会被撞。但是蒋先生在操作这些电控座椅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支架会弄断的。换一个角度，客户在看车了，甚至都已经上车了，我们是不是应该配相应的人员去监督服务呢？我们配的销售是比较足的，但是人流量较大的情况下，我们也是无法负担的。那蒋先生这个事儿会不会继续发生可能性？我是王先生，已经把这车买回家了，家里的孩子不知道操作错了，这个风险是不是存在？蒋先生今天通过这件事儿发现了车辆在设计过程当中可能是有一个小 bug 的，换一个企业可能会来感谢蒋先生。我不是说您说的不对，我认同，但是事儿可以换不同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咱们的产品就是在正常使用或者说交易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问题，我们不断去改良和完善的嘛。我们通过技术手段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不是件好事吗？是好事，但是您说的是太武断了。小桌板打开之后座椅折叠会刮到投影幕布，这个是可视的。但是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不知道呀，我按了这个按键之后，我没有见过这种座椅会折叠的呀。不知道是要询问的，咱们不要玩这些文字游戏。陈经理，我也没有跟你玩文字游戏，我就是在想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咱们可能给厂家提个建议，在座椅折叠的过程当中增加一个语音提示，要收起小桌板，防止刮擦，防止夹到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吗？我明白，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而且打这个电话的意义其实也不大，我们从始至终也没说过不协商这个事儿，对嘛？这不是我们代表着蒋先生来协商嘛？有时候你们俩坐在一起协商不方便，咱们有个第三方来帮忙协调一下，这事儿就过了嘛。叔叔在蒋先生都觉得协商的不方便，那我觉得别管前面怎么说了，你看今天我这个态度代表着蒋先生，能不能跟上面的领导再去沟通一下，按照我刚才所说那个方案，你看行不行啊？这个好像不太行，我肯定会跟领导去反馈，但是到什么结果不敢给准信儿，有沟通的余地就可以了。蒋先生本身可能是咱们的一个客户，要买我们的车的，结果因为弄这事儿不愉快，最后他不买了，这也蛮可惜的。那陈经理这样行不行？今天蒋先生也在线上，您就当着大家伙的面，就是给因为这一系列的问题造成了咱们蒋先生不愉快，因为这个点咱们表示一个抱歉。首先是这样啊，蒋先生确实还有他的操作，我们可能也没有去第一时间跟蒋先生去达成和解，去进行这种积极的沟通。就我觉得这双方面的问题，发生这种事大家都很不愉快，但没问题。单方面我们表示一个抱歉，这个是可以的。你看看蒋先生，人家态度也有了，是不是？让陈经理去申请一下，咱们走个流程，跟人家造成这个损失的，该承担的必须得承担，是否是全部承担，或者说承担一部分，这个大家再坐下来协商一下。好的，希望大家最后达成一个圆满的和解。陈经理，这个事儿您再帮忙跟一下。可以。视频直播炸了锅了，有朋友说该赔，谁让他手欠呢？有朋友说不该赔，谁让他没有陪同呢？我又不知道这东西按了之后他会怎么样，我怎么知道怎么及时停止呢？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呢，我客观评价一下，今天这件事呢，华为的这家门店不聪明。一件负面的事情，你是有办法把它变成正面的事情的，就几千块钱的事儿，这事儿啊放到网上，厂家肯定拍桌子，就这么点事儿，3000块钱东西你不掏我掏行吧？还让大家讨论到底谁责任？我华为是掏不起这3000块钱还是咋地？如果说我是一个聪明的经理，我肯定是这样说，客户呢虽然说他是误操作，理论上来说他应该承担，但是呢，我们跟老总们去商量了，你看他也发现了我们这个座椅当中啊，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座椅能折叠能看电影，这也是个新生事物，发现了一个小 bug， 我们下次呢可能在产品优化当中啊就多一个语音提示，哎，有这么个提示。你看看你这事儿做的多漂亮啊！哪怕你说我免费给客户承担了，结果车主说服务很愉快 ，M9是吧？来一台，我买了。你看看这问题根本不是在谁对谁错，而在于门店这位陈经理在处理这件事的水平，说句实话是不高的。你这样，蒋先生不管是最后赔2000还是赔1000，蒋先生肯定不会买华为问界，不舒服嘛，丢了一个客户嘛。截止发稿，经媒体协调，双方已达成一致。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呀？车主唯唯诺诺的找媒体维权，车企趾高气扬的让车主赔钱。
本来其实问题不大呀，换做其他车企肯定不会这么麻烦的。最后还是主持人一顿利诱和威逼之下呢，达成了一致。我看了之前发的这些奇葩影片啊，很多人留言说只有强类才会存在这样的节目啊，那是肯定的啦，要不然这种节目怎么会存在有10几年呢？一直都没有改变，一直有人在这里维权，从广播到网络平台一直如此啊。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谢谢观看，拜拜。来给你们讲点车评人从来不会给你们讲的后防撞梁。你们很少从网上看到一些车评人给你讲某些车的后防撞梁，对不对？都是你讲前面怎么样怎么样，吊打碾压，遥遥领先。有人给你拆过后边讲一讲吗？谁敢讲？就这种大铁片子，拆开以后我也很震惊。什么车我不说，你们自个儿看。您觉得比 K2 的那个玻璃钢怎么样？你说良心话，我不说这是什么车，我也不说它是国产车还是日系车还是德系车还是什么法系车，你觉得这是什么车的？再给你们看一个比较让你们惊讶的，来，这是后叶子板被刮坏了啊，外皮薄薄的一层，里边薄薄的一层，从 C 柱横梁到车顶，到这叫内尾板吧，到减震轮旋，来，你们看一下，有一个人敢给你们讲吗？里边配置高不高？就问你冰箱、沙发、大彩电爽不爽？你别笑，你笑镜头就懂。我们钣金师傅都忍不住笑了啊！来，再给你们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是刚才换下来的那层外皮切割下来的。我要用钳子拍，都是对我自个儿的侮辱。来，怎么样？车评人有没有给你们讲呀？自个儿有没有拿手掰试一试？这是要更换的内板啊！我都想笑了，真的。完了，等会儿给人掰回去啊，要不一会儿换不上，给人掰正了。非常的 nice。记住啊，任何事物都得遵循一个规律，一分钱一分货。当有资本家跟你说他这个又便宜又好的时候，他不是想当慈善家，他只是拿你想当韭菜而已。